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 XX REIT 的股价最近好像中了魔咒这样，从2025年的7月开始，股价就在2令吉附近左右波动，上不了多少，下也没多少。现在的马来西亚工业地产很火，人人都在讲 data center， 讲物流中心。看看 XX， 他刚刚在1月底拿下了巴生 Northport 第70间工厂，总资产管理规模 AUM 正式冲破了 53.6 亿令吉，甚至还有一个8亿令吉的槟城巨无霸收购案已经谈妥，正准备入账。业绩方面，2025全年的 DPU 每股股息已经冲破 10.553， 比前一年足足涨了 14%。 按理来说，基本面这么稳，股价应该起飞咯。结果股价不但没飞，反而还经常跌破2块钱。这就是我要讲的资产无用论。在专业的机构投资者眼里，就算你有再多再漂亮的仓库，如果你的债务危机处理不好，这些资产在这一刻就是累赘了。 REITs 的风险从来不在物业，而在那张密密麻麻的债务到期表。虽然目前的融资率 Gearing 控在 32% 左右，但这其实是管理层通过频繁的 Private Placement 稀释掉股东的权益才换回来的表面的安全感。市场现在最担心2件事，第一，那笔8亿令吉的收购案会不会把负债率推向 40% 以上，触发那恐怖的第11次配股，再一次摊薄每股收益。第二，刚买的 Northport 资产和即将交房的仓库现在竟然是闲置的，如果租不出去，那 1.3 亿令吉的借贷利息就会直接吞掉你的股息。这支视频我不跟你废话，物业有多少间，我们要教你如何做出投资逻辑，一起看透 X6 REIT。 很多散户看 REIT 第一个动作就是去看它的 Gearing Ratio 融资率，看到 X6 的融资率只有 32%， 大家就觉得哇，随随波早醉，距离大马证券监委 SC 规定的 50% 红线还远得很，管理层还有大把钱可以借。当我们有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韭菜了。如果我们不小心把我们的思维提升去机构投资者那样，我们就会不小心翻开2025年的财务汇报，也会不小心看到那一页非 VS Financing Profile， 你会看到一个真正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的数据 46%。 这么多的不小心到底发生咩事哦？原来是 X6 欠银行的这 17.3 亿令吉债务里有 46% 的钱，大约是8亿令吉，被归类为 Current Liabilities， 就是必须在12个月内还清或者在融资 refinance 的。这一次真的是大条了。虽然2026年的大环境是 BNM 维持 OPR 在 2.75% 左右，但现在的融资成本已经不是当年4-5年前那个 3.6% 的时代了，他们目前的平均成本是 4.14%。现在 X6 就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如果 refinancing 的利率提高 0.5% 或者 1%， 那么即便你的物业租金有 3.5% 的正向租金调升，也未必能填补掉利息支出的黑洞。你是不是以为就算 refinancing 的利率提高 1%， 我们不是还有 2.5% 赚吗？错了，你要拿 17.3 亿令吉的债务乘上 1% 等于1730万令吉，而 X6 2025全年的总收入大约是 RM 3.64 亿，租金调升 3.5% 等于1274万令吉。看到了吗？ 3.5% 拿到的额外租金有1274万令吉，还不够 cover 增加 1% 债务的利率而产生的1730万令吉损失。所以资产再漂亮，如果负债表烂掉，它就是个负担。大部分散户进场是冲着那 5% 左右的股息率来的，他们觉得只要有租金收，我就稳稳加迷混。但在机构眼里，他们看的是 duration， 他们盯着那张债务时间表，计算的是你明年重签贷款的时候，会不会为了还利息而砍掉我的股息。目前的 interest coverage 是 3.9 倍，看起来还能撑，但随着那笔8亿令吉的槟城巨无霸收购案推进，这堵债务墙会变得越来越高。如果融资率真的冲向 40% 以上，管理层极大概率会再次伸手向你拿钱，也就是 private placement。 所以我们不要再把视线盯着有多少间仓库了，我们要看的是这 46% 的短期债务 X6 打算怎么跨过去而不伤到股东的利益。但如果你看现在的财报，你可能会讲，不对呀， X6 的 Gearing Ratio 不是才 32% 左右吗？距离 50% 的监管红线还有一大截，怕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戳破的第一个假象，这个 32% 的安全感其实是拿你的利益换回来的。不明白没关系，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X6 玩的是什么乾坤大挪移。公司为了把负债率压在管理层自定的 40% 警戒线以下，他们在2024年底搞了一个史上最大的 private placement， 一口气拿来了 4.5 亿令吉，这比钱一进来
账面确实变漂亮了 ，Gearing 跌到 32%， 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们多印了 2.63 亿股新股票，结果就是 X6 的总股本直接膨胀了 15% 左右。很多投资者可能会讲，哎呀，没关系啦，你看他2025年的股息不是涨了 14% 咯，拿到 10.55 CME。 对，没错，不如我们换一种方式想呢？你看，如果他没有稀释你的股份，靠着那一堆新买的工厂，你的股息本应该涨得更多。现在的情况是，新资产赚回来的钱被这 15% 的新股分摊掉了。这就是为什么 X6 明明业绩很好，股价却涨不动，因为在部分机构眼中，他们看到你的每股净资产被这种频繁的配股动作给摊平了。所以 X6 这种所谓的债务安全其实是狸猫换太子，它是用你的钱在股价涨幅和未来的股息增长去帮管理层买一个资产负债表很好看的保险。既然现在的 32% 是靠摊薄每股收益换回来的，那公司可以放慢步伐享受成果了吧？抱歉，还没有，他们又有大收购。必须说，这次的收购案是 X6 REIT 历史上最大阵仗的一个动作，也是最让机构投资者掏桶的一次。他们把要玩就玩最大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次他们看上的就是价值8亿令吉位于槟城的另一个上市公司 Aniju Steel 的收购案。请不要误会，不是收购他们的股份，而是他们的工厂建筑。玩的是售后回租，这一招到底是大补药还是毒苹果？为什么这笔账一算出来，市场的脸色就变了？各位，你要明白， X6 以前买工厂几千万一间，最多1-2个亿，那是小菜一碟。但这笔槟城北赖的生意一口气就是8个亿，这是他成立20年来规模最大的单笔收购。虽然这个项目能带来每年约5000万令吉的稳定租金收入，以2025年 3.5 亿令吉的全年业绩来看，这笔收购可以让他们的 revenue 增加 14% 了，而且 gross rental yield 在 6.2%， 听起来就是一个不错的收购案啊。但机构投资者关心的不是租金了，而是这8亿令吉的 bill 谁来付？来，把你体育老师教的数学再拿出来用，我们来算一下。现在 X6 的总资产大约 53.6 亿，欠银行 17.3 亿，所以负债率是 32%。 如果你今天要买这8亿的工厂，而且你全部用借钱的方式去买，那你的负债就会从 17.3 亿变成 25.3 亿。这时候你的负债率会直接冲到多少？答案是 47%。 这 47% 是什么概念？科普一下，大马证券监委 SC 给 REIT 的红线是 50%， 假设全额贷款拿下这个8亿的资产，确实是没有超过 50%。但是就算没有再有任何的新借贷的情况下，如果利率的上升或者工业地产市场降温，导致物业评估师认为 ARC6 的工厂没以前值钱了，下调你总资产的价值，那么即便你没有新的债务，你的负债率也会自动往上涨，随时突破 50% 的红线。现在重点来了， X6 的管理层已经公开表态了，说虽然我们现在融资率才 32%， 很舒服，但如果负债率冲向 40%，我们就会考虑 private placement 来筹钱。所以机构投资者看到你要买8亿的资产，他用计算机算出你的负债率会超过 40%， 市场就更加肯定要搞第11次配股了。所以为什么股价不涨？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部分机构选择观望的原因。他们想，既然你迟早要 placement 来筹这8个亿，那我为什么要现在2令吉在公开市场买？我等你出新股，到时候股价稀释，甚至你自己打折找大户筹钱的时候，我再进场不是更香？所以你看懂了吗？市场现在看的不是安裕钢铁的工厂是不是带来的收益不好，而是这8个亿带来的负债压力什么时候会稀释股价。如果你觉得这就已经够复杂了，那你就错了。我们这里可是深度解读上市公司，还不快点订阅起来？既然要深度聊大马 REIT， 很多人就会想到好几只好的 REIT， 而我觉得拿这2只跟 X6 REIT 这个工业龙头比较是最好的。第一个就是有商场、有酒店、有大学的综合霸主松蔚 REIT， 有人讲买 REIT 选大的就对了。森伟几十亿， X6 几十亿，全部都 steady 帮 BB。 兄弟，你这是拿豪华大巴士去跟超级罗里比。森伟载的是游客， X6 载的是集装箱。来，我们一起来做个对比，让你瞬间更了解 REIT。 首先我们要明白，松蔚 REIT 是个斜杠青年，他手里不只有松蔚 Pyramid，还有一堆酒店，
甚至还有办公室和服务式公寓。而 X6 呢，它像我们这样打一份工而已，94%的资产都是工厂和仓库，平时是没事，但是到理加息周期的时候差别就大了。想象一下，如果银行利息突然加 0.25%， 融资成本增加了， Sunway REIT 其实不太怕。为什么？因为它有2个避震器。第一个是酒店业务，现在刚好撞上2026大马旅游年，游客冲进来，3位的酒店客房单价可以天天调，入住率越高，它赚得越猛。这种爆发性收入可以直接对冲掉利息上涨的压力。第二个就是商场租金，这里有一部分是来自抽佣，生意越火，租金越高。这种弹性让 Sunway REIT 的资产负债表在利息波动面前非常灵活。反观 X6， 它的租约通常是长租约，平均 4.4 年。虽然长租约听起来很稳，但当银行利息突然起跳， X6 REIT 就很吃亏，因为它的工厂租约一签就是3年到5年，租金是死板板固定的，不能说利息起了我就明天加你房租。相比之下，如果你是开酒店的，利息起了，你今晚就可以把酒店客房费用调高来对冲。但 X6 只能眼睁睁看着银行拿走更多利息，自己收到的租金却还是老样子，最后亏的只能是你的股息。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资产重估。当旅游业和零售业大爆发的时候，Sunway的商场和酒店估值很容易起飞，这会自然而然地拉低它的 gearing。但工业资产的估值是看 yield 的，如果融资利息太贵，工业地产的估值反而会受压，自然 gearing 就拉高了。这个我们刚才就有提到，所以别再说都是大公司，逻辑都一样这种话了。如果你用 Sunway REIT 这种多元化结构的逻辑去看 X6， 你就会严重低估工业 REITs 在面对利率跳动时的脆弱性。看懂了这2家 REITs 的对比，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这一刻市场给 X6 的估值会显得如此吝啬。刚才说要拿2家 REITs 和 X6 比较嘛，第2家产托就是 CLMT。 你可能会讲，不对啊 ，CLMT 不是那个在槟城馆 Gurney Plaza 在吉隆坡馆三街望的商场收租工吗？它跟我们做工业地产的老大哥 X6 有什么关系？以前 X6 在大马 REITs 市场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如果你想投工业地产，几乎只有它一个选择。因为稀缺，所以市场愿意给它一种纯度溢价。这就好比整条街只有一家店卖榴莲，它卖贵一点你也要排队买。但是情况变了， CLMT 这种老牌零售 REIT 来个华丽的转身，为了不让鸡蛋都放在商场这一个篮子里， CLMT 正在疯狂扫货工业资产。根据最新的财报， CLMT 的工业资产占比已经悄悄提高到了 11.5%， 而且人家的目标是冲向 20%， 甚至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完成了超过4亿令吉的工业资产收购。那来了咯，站在工业地产的角度，我们来看谁的 yield 更香。首先 X6 几乎 100% 纯工业，但因为大家觉得它稳，股价贵，所以 yield 只有约 5%。 反观 CLMT 虽然还有商场，但它的工业比例在快速拉升，重点是它的 yield 竟然高达 8% 以上。如果你是机构投资者，你会怎么想？既然我通过 CLMT 也能买到优质的仓库和工厂租约，而且人家还送我在槟城和吉隆坡的顶级商场流量，重点是 yield 还给到 8%， 这就会让资金开始思考，是继续坚守 5% 的 X6 还是转向 yield 更高的替代品。请记住这一句，工业资产不是护城河，融资结构才是护城河。 X6 的优势正在被 CLMT 这种转型选手一点点稀释掉。如果 X6 解决不了内赌 46% 的债务墙，它就只能靠不断的 placement 来维持生计。而 CLMT 靠着零售业务在大马旅游年的爆发，现金流多到流油，借钱都比你容易。所以看懂了吗？只要 CLMT 的高股息还在， AXCX 的股价上涨动力就不被市场看好。聊了这么多，你一定在想 X6 REIT 到底值多少钱？是谁说了算？为什么分析师给它的目标价有的是 RM1.96， 有的是 RM2.25， 搞得我们很乱。其实机构投资者在评估一家 REIT 的时候不是靠感觉的。今天在这里分享这3招，你只要帮我订阅、点赞和 share 这个 video 就好了。我们开始第一步，看利差。首先我们来看10年期政府债券。你要明白，买政府债券是接近零风险的，它现在的收益率 yield 大约是 3.5%。 如果你买 X6 REIT， 你要冒着工厂没人租、利息上涨风险，那你要求的 return 肯定要比 3.5% 高很多，对不对？这个高出来的部分就叫利差。
目前本地 REITs 行业的平均利差大约是 2.34%。我们来算一笔账，政府给 3.5%， 加上行业平均要求的 2.34% 风险补偿，加起来就是 5.84%。但是你看 X6 REIT 现在的 yield 才大约 5.0%，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市场会觉得它太贵了，给的利差不够多，所以少了催化剂啊，死被压在2块钱以下，冲不上去。要是你觉得 5% 的股息还可以接受，那下一步就看这个 Interest Coverage Ratio ICR。 简单来讲，这就是在看 AC6 赚回来的钱够不够它还利息。 X6 现在的 ICR 大约是 3.9 倍，意思就是说 X6 每赚3.9块的盈利，里面就有1块是要拿去给银行收利息的， ICR 是要越高越好。3.9 倍在 REITs 里面算是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利息继续维持在 4.1% 到 4.3% 的高位，而租金没有爆发性增长，这个 3.9 倍的就会开始缩水。第三步，看债务几时到期，这就是我们整支视频的灵魂。我们看 REIT 欠银行的钱是什么时候到期。我们刚才提到了 X6 有 46% 的债，大约8亿，是在1年内到期的。合格的投资者总是做着最保守的方式思考，会抱着这样的想法，要是明年银行要是收更贵的利息怎么办？所以你会给一个明年就要再融资一半债的人更高估值，还是给一个10年后才需要还债的人更高估值？答案显而易见。市场之所以给 X6 比较吝啬的定价，就是因为在那些快到期的债务， X6 还没向大家证明它可以在不配股、不稀释老股东利益的情况下，完美的把这 46% 的短债转换成低利息的长期债务。现在视频看到这里，你已经从一个只会嘎的 mindset 进化成了会看资产负债表的专业投资者。但投资不能只看过去，我们要看未来。2026年是 X6 REIT 极其关键的一年，吃粥还是吃 omakase 就看接下来的12个月了。接下来这一年，只要观察这3个地方，你就知道 X6 的剧本走向哪里了。第一个，槟城8亿收购案的账单怎么付？这个8亿令吉的 NGO 收购案是 X6 的头号大事。刚才我们算过，如果全靠借钱，它的 gearing 会冲到 47%， 直接逼近 SC 规定的 50% 红线。所以会有2个可能性。如果他宣布全债务融资，表面上 DPO 不会被稀释，但你的油表红灯会闪得很快，市场会担心只要利息稍微上一点， X6 就没钱周转了。如果他宣布 private placement， 股价大概率会先跌为敬，因为你的股息要被更多新股分了。第二个是在融资的利率是否突破 4.3%。 X6 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内赌 46% 的债务，也就是有接近8亿令吉的钱要在2026年重签。目前的平均融资成本是 4.14%。 你要盯着看的是下一个季度的财报里那个 effective profit rate。 如果这个利率突破了 4.3%， 那刚才我们计算的利息黑洞就真的出现了。这意味着 X6 辛辛苦苦涨上来的 3.5% 租金，有一大半都要直接塞进银行的口袋里。如果利率继续往上， X6 的股价可能不会很好看。第三个，新资产入账后的第一张成绩单， AX6 刚刚买下的巴生 Northport 和即将完成的 Telegon 仓库，加起来花了快 1.3 亿令吉。重点是这2个资产入账的时候是空置的。你要盯着看的是2026年下半年这些资产的 NPI 净租金收入增幅。简单讲，就是看租户进来了没有。如果租金还没收到，那 X6 的 DPO 就会面临缩水的危险。好了，说得太长了。你现在看到不上不下的股价，其实是市场在为那 46% 的再融资压力和8亿令吉的扩张风险打折。投资 REITs 是一场关于杠杆与利息的数学题，不是看谁的工厂比较多。看懂了这些逻辑，你以后再看 X6 的财报，就不再是看它有多少个仓库，而是会直接翻找那张债务到期表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受益，记得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